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宋威龍野狗骨頭太絕了，這場雨夜失控戲直接封神，比起演技他的顏值根本不值一提。宋威龍這次上熱搜，真不是靠那張建模臉刷存在感，是一段不到10分鐘的雨夜戲，直接把全網網友看傻了。原來我們誤會他這麼多年。之前提起宋威龍，10個路人裡有9個第一反應都是好帥，剩下一個也只會補一句太適合演偶像劇男主了。好像從出道到現在，他身上就只被貼了這一個標籤，除了帥，觀眾再也找不到別的值得誇的點。所有人都默認他就是吃顏值這碗飯的，演技什麼的湊合看就行。但真的是這樣嗎？我翻了翻他之前的作品，其實他的演技從很早開始就被低估了，只是所有人都被他的臉晃了眼，下意識就忽略了他對角色的處理。當初拍《鳳求凰》的時候，他才不到20歲，演容止那個運籌帷幄又清冷克制的角色，很多人一開始不看好，結果他演出來那份不動聲色的勁兒，其實已經超出預期了。最後所有討論全繞着臉轉，說他夠不夠帥，符不符合容止的人設，沒人提他演得到底好不好。後來以家人之名裡的凌霄，那個從小缺愛、隱忍又帶着點偏執的哥哥，很多人看劇的時候都被他看女主的眼神戳到，心裡發堵。結果轉頭誇人的時候，還是只說凌霄真帥，沒人說一句宋威龍把那種拧巴的壓抑感演對了。這一次野狗骨頭播出來，陳毅這個角色，還有第17集這段雨夜戲，直接把之前所有人的固有濾鏡打碎了。宋威龍演的陳毅，少年時期就扛着生活壓力走，被父親控制，遭了不少罪，早就留下了嚴重的 PTSD。他明明把女主苗靜放在心尖上，卻非要狠下心推開人家，就怕自己身上的爛事連累了苗靜。宋威龍對這個角色的拿捏，其實從出場就能看出來，那股子帶着點痞又全程壓抑着的破碎感，往那一站就對了。很多觀眾看2集就開始心疼陳毅，真正炸出圈的就是第17集和張靜怡的這段對手戲。我刷到 cut 的時候，直接起了一身雞皮疙瘩。那天雨夜，苗靜遭遇危險一路狂奔，陳毅開着出租車趕到現場，他第一時間把苗靜護進了車裡，自己下車面對追過來的人。那時候他還壓着脾氣，哪怕着急苗靜的安危，也還是保持着理智，想弄清楚對方的來意。直到對方動手砸車窗，苗靜在車裡受了傷，陳毅瞬間就繃不住了，他不再控制自己的出手，一拳一拳砸向對方，狀態完全爆出來，眼神從一開始的狠厲慢慢變空，過去被家暴、被強迫打黑拳的記憶全湧了出來。他那時候已經不是單純的憤怒了，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，拳頭還在揮，意識早已經沉到過去的創傷裡了。這個時候苗靜衝了出來，從背後抱住他，一遍一遍喊他的名字，跟他說是我在這裡。宋威龍這段的表演才是真的出彩，沒有歇斯底里的大喊，沒有誇張的肢體動作，全是細節。他的呼吸從急促一點點往下穩，緊攥的拳頭慢慢鬆開，餘光掃到自己拳頭上的血跡，第一反應就是往身後藏。他怕苗靜看到這個樣子的自己，怕自己的狠厲嚇到他，眼神剛從空茫裡回神，立刻就換成了害怕和內疚。他對着苗靜反覆道歉，問自己剛才是不是嚇到他了。喉結一直在滾，手蜷了又鬆，半天不知道該往哪放。就這些細節，把陳毅那一刻的無助和痛苦全遞到觀眾面前了，不用多說一句話，就能感受到他的情緒。這段戲播出去沒幾個小時，
相關話題直接衝上了熱搜高位，評論區全是驚呆了的網友。很多人說自己是衝着宋威龍的臉追的劇，結果看完這段戲，滿腦子只剩下他演的陳毅，早就忘了誇顏值這回事。現在網上最多的評價就是，比起演技，宋威龍的顏值才是最不值得一提的優點。這句話真的沒錯，這一次他直接用演技把貼了這麼多年的只有臉的標籤撕得粉碎。我敢說，以後再提起宋威龍，不會所有人都只會說他帥了，至少會多一句他演得真不錯。當然，這段戲能成，絕對離不開張婧儀的配合。好的出圈戲，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發揮的有對手能接得住戲，才能互相成就。張婧儀在這裡的表現一點都不遜色，她接住了宋威龍爆發出來的情緒，還把那種心疼和救贖的感覺拉到了最滿。有現場消息說，這段戲裡好幾個小動作和台詞都是張婧儀臨場加的，不是劇本原來寫死的內容。就是這些自然的臨場發揮，讓這段戲的感染力更強了。陳毅害怕他看到失控的自己，他懂他的不安，拼盡全力把他從崩潰邊緣拉回來。兩個人的對手戲，把那種互相救贖的感覺完完全全演出來了。說這段戲兩人雙雙出彩，一點都不誇張，野狗骨頭選角真的選對了。其實這麼多年，娛樂圈裡長得好看的年輕演員都容易遇到同一個問題，就是觀眾先入為主，只會盯着你的臉看，自動默認你沒演技。很多演員也就順着這個路子走了，天天炒顏值炒流量，靠綜藝和熱搜刷存在感，根本不琢磨怎麼演戲。宋威龍不一樣，這些年他很少上綜藝，也不怎麼炒緋聞，大部分時間都在劇組待着，挑角色也不挑那種只會耍帥的工具人男主。他敢接陳毅這種帶疤、有缺陷和自己帥哥人設完全不貼的角色，就說明他從來沒打算只靠臉吃一輩子飯。這一次靠一段戲讓所有人看到他的演技，不是運氣好，是他攢了這麼多年，終於等到了一個合適的機會，也抓住了這個機會。圈裡從來不缺長得好看的年輕演員，缺的是明明可以靠臉吃飯，卻偏要靠本事留下作品的人。宋威龍這一步走對了，也讓大家看到了他的野心。至於以後能不能一直保持這個水準，能不能拿出更多更好的角色給觀眾看，我們慢慢等着看就好了。